各位热爱独立游戏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细菌。最近在做卡牌肉鸽的排行榜，每天都花10几个小时高强度玩各种的卡牌肉鸽，我渐渐有了一些感悟。其中最明显的就是，你玩越多这类型游戏，你就会越发现杀戮尖塔就是这个类型里的唯一真神。别的游戏有的玩几把就腻了，有的玩几小时就腻了，但杀戮尖塔玩上百小时甚至上千小时居然还不腻。那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情况？杀戮尖塔到底为什么是唯一真神？本系列视频将会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分析。关键提示，这是一个很严肃的游戏设计解析和讨论的视频。看完这个视频，再看卡牌肉鸽排行榜，会更明白游戏名次高低的根据。这一期我们准备先聊聊这个话题，因为对于大部分类杀戮尖塔游戏中，在策略随机和运气随机的控制上，都完全是被杀戮尖塔完爆的。那么这个概念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随机往往被一些人称作是 roguelike 游戏的灵魂，然而这个说法呢非常有问题，因为随机的种类有很多，随机也要看是怎么随机的。我们先通过以下2个例子明白一下策略随机和运气随机的区别，大家可以在我说完例子之后猜一猜是哪一种。例子1，在怪物火车中，每一层开始会随机出2种不同风格的英雄升级，玩家需要选择其中的一种。例子2，在欺诈之地中，玩家打出一张攻击卡，打到对方身上时，会在2到5之间随机一个数字造成伤害。相信这还是非常容易猜出来的，前者是策略随机，后者是运气随机。那么如何进行判断呢？看这张图，中间的部分是某种随机的行为，它可以是一发子弹打出去的命中率，也可以是随机产生了3道门，而具体是哪种随机，则需要看玩家做出决策这一行为是发生在随机事件之前还是之后。如果是之前呢，就是运气随机；之后则是策略随机。做完例题，我们再来看看练习题。以下我列出了3种游戏当中的随机事件，大家可以看一下都是哪种随机。第一题，哈迪斯在清完一个房间后，要从随机出来的若干不同奖励的新房间中选择一个。第二题，洞窟探险中，玩家进入一个新的随机生成的地形的关卡。第三题，超时空方舟中，海爷使用屠戮之刃没打中。正确答案是策略、运气。你答对了吗？应该还算是相当简单的问题吧。那么这2种随机方式对于卡牌游戏来说影响是什么呢？如果运气随机占比大，则卡牌的核心玩法会偏娱乐化一些。比方说炉石中，运气随机的卡片就远多于游戏王或者万智牌。而对于杀戮尖塔这样一款100%纯卡牌构筑类游戏来说，诸位可以想象一下，你的普通攻击可能打8，也可能打4，打出去之后还不一定能打中，可能会miss，敌方还有几率闪避，是不是光是想想就已经血压升高了？所以当我们仔细看杀戮尖塔这些卡牌时，你会发现每个职业都只有寥寥数张运气随机的卡片。战士、地狱之刃、势不可挡、坚毅、升级前、飞剑回旋镖、猎人、炼制药水、声东击西、全力攻击、弹跳药瓶、机器人、白噪声、你好世界、混沌、狂乱撕扯、创造性 AI、雷霆打击、观者、勤学精进、诸神之黄昏。看着好像挺多是吧？然而你把杀戮尖塔职业卡中所有的运气随机卡牌数量加到一起，都可能比不上一些同类游戏中单个职业的运气随机卡牌数量。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卡牌游戏你在输的时候感觉自己很无力，明明没打错，明明没算错，还是输了。而各种大佬们在杀戮尖塔中碎心加进阶20的难度，已经轻轻松松达到100连胜了，因为这就是牌佬们的终极目标。无论你随出什么样的关卡，什么样的卡牌，我们都因地制宜，随机应变，用精准的计算一次次破解本不可能通过的关卡，这才是作为卡牌游戏中最核心的魅力之一。目前杀戮尖塔到现在随机出的种子没有数千万也有数百万了吧，这么多样本中完全过不去的种子也就只找到2个，虽说都是猎人的，但这个结果已经充分证明了杀戮尖塔在策略随机与运气随机占比的平衡堪称完美。而运气随机和策略随机不仅仅只是体现在卡牌设计上，当初 Dream Quest 的横空出世，让不少人都把它当做了 DBG 卡牌的鼻祖。后面的无论是卡牌冒险者、卡牌冒险者续，还是月圆之夜、星陨传说，都可以算作是 DQ 系的卡牌游戏。而杀戮尖塔一开始也是按照 DQ 的战斗方式来设计的，而这就是一种以运气随机为基础的战斗方式，因为玩家在这种系统下是无法提前对怪物的行动做出应对策略的。
所以这种基础下的构筑极限永远都是朝着要不是我瞄你，要不是你瞄我的方向发展，自闭程度相当之高。而杀戮尖塔把怪物意图提前显示出来之后，战斗性质立刻就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让游戏的策略性跟怪物的互动性都提高了很多。这也是一个运气随机进化成策略随机的体现，而这个进化才真正成就了杀戮尖塔，以至于后续启发诞生了宪政之势这样的作品。那么到这儿，可能有人会说，哎呀，这个听起来不是很简单吗？看来我也能设计游戏了。且慢，这才哪儿到哪儿啊！了解了这两种不同的随机之后让我们接着往下深入，看一下你是否能回答以下3个问题。第一，类似闪避暴击这些 RPG 中的经典设定，为什么放在卡牌中对玩家体验就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呢？而且比如说超时空方舟也是很出色的肉鸽卡牌游戏，但是那个游戏这种运气随机的设定相当多，但是好像也没有特别影响那这又是为什么呢？你这不是前后矛盾了吗？要解答这个问题，首先要说一个我自己对于肉鸽游戏这个概念的理解里一个很重要但是很容易被忽略的灵魂，那就是有限资源分配。这个呢足够再单开一期讲了，我们今天就先简单提一下概念。什么叫有限资源分配呢？就是你在一局 roguelike 的游戏中，系统给你的资源是有限的，比如你不能玩杀戮尖塔打几层重新回到开始继续刷钱，反复如此把商店的遗物买光，关卡就那么长，玩家可以充分利用和挖掘系统给的资源，比如钱炸弹钥匙之类的，但总会有个上限。注意这个是系统给你的，不包括你用各种道具之间的效果相互作用产生的无限情况，因为在以撒中这种情况比较多就专门提一下。那这个概念呢顺便解决了有人说暗黑破坏神是随机地图，而且如果我勾选了专家模式，死了就删档，那是不是说明暗黑破坏神也是肉鸽？那在我的概念里呢不是，为什么呢？因为尽管你是随机地图加死亡重来，但你是无限资源可以反复刷，所以并不是肉鸽。同理，大家都会说暗黑地牢2改成了肉鸽模式，并不会认为暗黑地牢1很肉鸽，也是同样的原因。扯远了那让我们拉回主题，为什么要专门强调一下有限资源呢？比如在杀戮尖塔中，玩家的资源最明显的肯定是卡牌和金币，当然还有药剂。除此之外呢，还有个容易忽视掉的，那就是血量。在很多肉鸽游戏中，血量分配都是非常重要的资源分配环节。卖血去换取游戏中的其他资源，是你能最大化获取游戏资源的重要途径。所以为什么这些 RPG 中的经典设定暴击闪避放在卡牌中就会很难受呢？因为它阻挡了玩家分配资源的策略制定。本来我能斩杀怪把血量省下来，但因为怪物闪避了，我被多打了一下，血量掉了一大截，这势必对后面有非常大的影响。而为什么在 RPG 中影响却不大？因为大部分的 RPG 都可以有刷钱刷级的空间，这就不是有限资源分配，而是无限资源了。而这部分空间，无论是买药还是睡旅馆对于补充血量都过于轻松，所以即便半天不暴击或者打不中怪，影响都不大。同理，我们再回头看看超时空方舟，本身游戏就是融合了一些 RPG 元素，就有很擅长治疗的角色。对比下杀戮尖塔中，你会发现能加血的卡大部分都是消耗类型或者很难触发几次的，所以在血量资源这块，超时空方舟也是远多于杀戮尖塔的。因此，即便它加入了那些运气随机元素，也并不会有特别强烈的让玩家难受的反馈。第二，策略随机既然那么好，那为什么不全设计成策略随机呢？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就需要搬出这2款游戏了。一个是宪政之治，一个几乎塞满策略随机的游戏，大地图随机出来的不同关卡奖励让你挑选，游戏中随机出来的怪物跟每回合开局知道怪物的行动，处处都是策略性极强，需要玩家大量思考的设计，造成的结果就是喜欢的玩家会特别好这一口，但普通玩家会感觉玩起来比较累，每一关都像是解谜。不过即便如此，游戏中还是加了一个运气随机的元素，那就是在你百般思索后，还是没能拦住怪物攻击平民时，有一定几率抵挡住攻击。而这却是一个把运气随机带来的负面效果完全抹消的神奇设计，因为玩家期望上不会去真的靠这个抵挡伤害，掉血觉得是正常结果。
触发了反倒让玩家窃喜。另外一个游戏则是《星陨传说：流浪者的故事》，这也是一个几乎从头到脚都是策略随机的游戏，从怪物属性、装备道具到玩家技能、玩家天赋，全都几乎没什么运气随机在里面。而游戏中最主要的运气随机，则是每个关卡中把玩家卡组和敌人卡组混到一起，从天上掉下来组成地图。如果一些容易获得的金币没有率先掉落，那么游戏的难度会陡然上升。因此，游戏不仅给人的感觉像是做数学题，高难度下还是那种需要凭借运气的数学题，体验也不太好。因此啊，这两个例子告诉我们，策略随机虽然好，但如果全是策略随机，玩家玩起来比较累。正如同我一开始说的那样，杀戮尖塔是策略随机和运气随机的设计占比完爆其他游戏，恰到好处让硬核玩家跟普通玩家都能接受。而且在一些超毒的种子中，还必须要靠那部分运气随机来破局。正所谓顺境靠 combo， 逆境靠 SL， 绝境靠随机。那些占比很小的运气随机，在杀戮尖塔中亦是不可或缺的部分。3，那么按你这个说法，不少游戏中也设计了策略随机啊。那么为什么杀戮尖塔的策略随机那么好玩呢？好，那么现在呢，我们也知道策略随机好了，也知道需要一定的运气随机了。那么在大家都这样做的情况下，为什么杀戮尖塔能更胜一筹呢？这就要搬出鼎鼎大名的西德梅尔文明系列的制作人曾经说过的一句非常著名的话：游戏是一系列有趣的选择，策略随机正是提供了这些选择，但更关键的在于你设计的好不好玩，是要看玩家做出选择时是否有趣。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杀戮尖塔中有各种各样的事件，基本上都属于策略随机，玩家在几个选项中斟酌，挑选出最适合当下环境的结果，这就属于很有趣的事件。你可能听下来觉得，这不挺简单的吗？但并不是所有的游戏都是这样做的。同类游戏中有相当多的只是单纯的把游戏中的事件当成一种随机的结果，有的随机出来，玩家啥也没干就要掉血，有的则是给一堆摸不着头脑的选项，硬生生把策略随机学成了给玩家添堵。代表作《香蕉海盗》。还有一种，比如我们之前提到过的例子，哈迪斯打完一关之后，会在随机出来的2个不同门口选择要去打哪个下一关，通过分析奖励跟自身所需资源和 BD 技能需求来进行抉择，这就属于有趣的选择。然而同样是俯视角肉鸽，同样是动作游戏，同样是选关卡的系统，大热一时的暖血是怎么设计的呢？2个类型完全一样的门，看似给了玩家选择，实际上选哪个都一样。而且这种情况在游戏中比比皆是，这就不叫做有意义有趣的选择，只能说这种设计只是单纯的学了哈迪斯的打完一关随机2个新关卡这个最表层的东西。那至于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应该给玩家哪些选择，制作组完全不明白。这种为了设计而设计的系统是非常能体现对肉鸽游戏的理解深浅。那么相信看到这里，你已经对肉鸽游戏当中的随机性有了充分的理解，也明白为什么杀戮尖塔在这方面做的的确高人一筹。这种比较偏游戏机制设计讨论的视频呢，可能看的人比较少，但如果还觉得没听够，还想再多角度吹一吹杀戮尖塔，没关系，后面还有。如果大家还想继续看，给视频一个点赞就可以了。不过这周比较忙，我得抓紧制作肉鸽卡牌的排行榜。如果对随机性有什么自己的看法，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好，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我是蜥蜴君，一只专业的独立游戏区 UP 主，我们下期再见，拜拜。